黄金价格涨疯了，但是金店却在批量倒闭。你说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啊！都知道今年黄金涨得好啊，大家是不是都以为那些金店都赚疯了？人在金屋坐，钱从天上来呀！可现实却是，黄金老字号们都在批量关店。你看，像周某这样有近100年历史的老店，今年上半年在内地关了180家店，六某半年也关了184家。为什么这泼天的富贵金店没接住啊？黄金价格跟金店之间又藏有怎样的猫腻呢？这条视频咱们一起搞清楚。咱先搞明白啊，这金店本质啊就是个中间商，它的生意模式就是从金矿企业那里采购黄金，再加工卖给消费者。因为金价是相对透明的嘛，所以金店赚的更多是手续费和加工费，包括你的品牌溢价、门店成本，其实都涵盖在里边了。而现在市面上主流金店的加工费用几乎都维持在1克50到100块之间，而利润其实并不高。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觉得跟你想的差距有点大啊？不都说金店暴利吗？而且你看，一般他们都开在最繁华的地段或者高级商场，真的就赚那么点加工费？当然不是。金店还有一块主要利润啊，得靠那些一口价的金饰和副业。啥叫一口价？这个摆件里边加了设计师的创意和心血啊，所以它不能按克卖。只要卖相好，消费者相中了，那3克的首饰可能比5克的黄金利润还高。至于副业，那套路就更深了啊！部分的金店它有以旧换新的服务，甚至打着0元换新来吸引顾客。但是以旧换新的客价一般都是低于市场价的，这样低收高卖，那金店就能大赚一笔。如果万一再遇上狡猾一点的店家，他还会用王水清洗黄金啊，也就是说每次你去加工或者清洗首饰的时候，他都会悄悄熔掉你一点儿，积少成多啊，最后你拿5克黄金做个戒指，做出来可能只有3克。这一套下来，那利润可就不一样了。当然，我这里讲的部分啊，是一些无良商家的套路啊，不代表所有金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今年为啥很多大品牌的金店扛不住了呢？首先第一个直接原因啊，金价涨太快了啊，吓得消费者不敢出手啊。买个镯子到店一问，800多1克了啊，那同样的东西，我等它掉一掉再买，不香吗？大家都怕买在高位。的确，数据也是这么反映的。今年上半年，黄金首饰卖了270.02吨，比去年少了26.68%。反观金条和金币卖的倒是火热啊，涨了46.02%。说明大家都理性了啊，知道这个首饰的溢价高，转头呢都去买更保值的金条了。再加上水贝市场抢生意啊，那里直接跳过中间商，按大盘金价加上工费来算，比那些品牌金能便宜个100多块钱呢。算是各种压力叠加在一起吧，搞得不少金店的利润率啊是越来越低。租金的压力再一上来，这店是开不了一点了。这时候估计你会有疑问啊，是可能现在金饰卖的少了，但金店手里不还有一堆黄金吗？怎么还能亏钱呢？首先你得明白啊，开个金店那怎么说也是成百上千万的投入，而且这也不是一次性的买卖啊。你把手头的库存黄金卖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还得花高价来进货？而且金店他也不敢囤太多黄金啊，他也怕被套牢。你别忘了，黄金它也不是天天都涨的。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。2011年沪金冲到了398一克，之后就开始一路下跌，中间就只有几次反弹了，直到2020年才回到这个价格啊。当时兴奋的抄底黄金的中国大妈们被套了整整8年才回本啊。说这么多呢，无非就是想告诉大家啊，黄金是个周期性很强的资产，而且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二者购买黄金的出发点可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到底是为了资产保值，还是消费美观，如何择时，这些问题你可都得想清楚啊。散会。